男人捡垃圾时无意间发现河滩边上居然有一块劳力士，财迷心窍的他立马摘下手套准备去捡。很快接到报案的警方便来到现场，结果却直接挖出了2具惨不忍睹的尸体。然而还没等警方来得及确认死者的身份，不料这时在周边勘察的同事竟又带来了不好的消息。又发现一具尸体。意识到问题严重性的刑警队长赶忙过去查看，虽然这具尸体并没有被掩埋，但由于前2天是台风天气，所以导致死者在河里不断被水冲撞，让尸体的面部血肉模糊，根本就无法辨认。不过好在警方在尸体的口袋里发现了身份证，警方这才知道他是制药厂报失踪的员工唐浩军，而结合另外2名死者刚好跟前几天制药厂报失踪的3个人吻合，所以警方也很快就确认了2名被埋死者的身份。而死者唐浩军的妻子在听到丈夫的名字后，立马伤心的就要冲过去查看，可他们的女儿玲玲却傻站在原地，似乎好像知道她的父亲为什么被杀一样。而好巧不巧的是，这一幕刚好被转头的石队看见，于是隔天他便带人到家里对玲玲展开了问询，希望能从这里得到关于唐浩军生前的一些线索。毕竟案发当晚刮着17级的台风，正常人都会闭门避险，为什么唐浩军会出门，而且还被人残忍杀害？可唐浩军的妻子却一问3不知。不过好在石队发现他的女儿唐玲却神色慌张地低下了头，似乎想要说些什么但又不敢说的样子。孩子，是不是有什么话要说？没事儿，外白在这儿，想说什么就说。然而就在唐玲即将要开口说出来时，制药厂的3个领导便带着礼品走了进来，表面上说是来慰问死者家属的，让他们有什么困难都可以找厂里帮忙解决，可实际上却是来威胁母女不要在警方的面前瞎说。因为在此之前唐玲在学校的安排下来制药厂表演，结果却遭到了科长的骚扰。对方表面上说要给她受伤的脚抹药，可手却不老实的直接掀起了唐玲的裙子，吓得唐玲立马向不远处的老师求助。然而让她万万没想到的是，当老师看到科长的样子后，不仅没有立马上前制止，反而还把在场的同学都赶了出去，给科长留足了施暴的空间。亮亮，叔叔之前给你买的那小裙子你咋没穿呢？唐玲眼看对方马上就要动口了，吓得他立马推开科长逃离了更衣室。然而让他怎么都没想到的是，刚逃到门口就被科长的好兄弟堵住了去路。就在唐玲还在思索该怎么逃离的时候，结果竟看到了让他无比炸裂的一幕，那就是自己的母亲居然从厂长的办公室走了出来，而且紧跟其后的厂长也提这裤子走了出来。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刚刚发生了什么事情，而母亲眼看科长是冲着唐玲追过来的，可他却装作不知道的样子，故意关心起了女儿受伤的脚。恶心的玲玲当即便推开母亲的手，直接逃离了这个龌龊的地方。只是没过几天，唐玲的父亲就莫名其妙的死了，所以现在的他认定就是眼前的几个人害死了自己的父亲。你看我干什么呀？孩子看你一眼，把你气成这个样子，我能不虚吗？这多大的事儿啊，太吓人了。虽然领导们的反常让石队立马就有所察觉，可就在他继续追问唐玲当天的事情时，母亲却直接出面阻止了警方的问话。毕竟他爸爸刚去世，就让孩子缓缓吧。石队本想等唐玲平复以后再登门问话，没想到当晚唐玲就被人直接扔到了河里，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这也导致唐浩军3人的案子一直被挂了起来，直到石队退休都没有任何进展。不过好在退休的刑警队长却从来都没有放弃调查此案，经常在3个领导出现的位置打探消息。虽然这样的坚持并没有什么意义，但很快时间就给了他最好的证明。因为制药厂的3个领导都有自己的小心思，所以导致制药厂被爆出了制假药的消息，让整个厂被推上了风口浪尖。而厂长为了能安全地度过这次舆论危机，于是便聘请了2名外地记者前来公关，却殊不知眼前的这个女人正是当年准备将证据交给警方却被推到河里的唐玲。这次回来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这群恶人受到应有的惩罚。